出国深造回来后，因美甲不小心划破了丈夫最得意门生的手臂，留下一个3公分伤口后，丈夫怒扇我2耳光，并扬言将我逐出插画界。我当场给国内10年一度的创意插画大赛发去消息，我被逐出插画界了，不用叫我参加你们的比赛了。此刻，作为评委席的业内资深大咖们大惊失色，快去把人找回来！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眼见手上的伤口下一步都要结痂了，许露露还在大声尖叫，吵得我头都要炸了。我淡定看向她，然后掏出手机，给我的丈夫赵一鸣发去信息：怎么回事？刚回国就被你新收的徒弟赶出工作室。许露露看我无动于衷，声音又提了不少。我嗤笑，她一定完了。像我们这种插画工作室中，最忌讳的就是工作期间有人制造出巨大的噪音。闭嘴吧，你影响到我们工作室的进度了。我实在忍无可忍，这下好了。许露露停止鬼哭狼嚎，恶狠狠地朝我说道：告诉你吧，我现在可是名人插画工作室的主理人，我就是规矩，我想大叫就没有人能管住我。其他员工有眼色的纷纷迎合许露露，就是我们的主理人，就是我们插画室的核心，他的规矩就是我们工作室的规矩。某些人别以为自己出国深造回来就了不起了，还不是不知名的小咖米。某些人就仗着自己有几个破钱就可以管得宽啊。看着这群趋炎附势的员工，我强压怒火。什么你的规矩？我怎么不知道我的工作室还招来主理人这一职位啊？许露露，你搞清楚，我才是赵一鸣的妻子，是工作室投资者之一，如何呢？又能怎？许露露脸上写满挑衅，你不过就是靠着家里砸钱出国深造，哪能跟我这种天资异禀之人相比？说罢，许露露得意地从包中掏出一张信封，这可是国内10年一度的创意插画大赛的邀请函，像你这种靠家里有几个臭钱走捷径的2流插画师，一辈子也不可能拿到的。许露露越说越激动，脸上是掩饰不住的得意和骄傲。她歧视地看着我，对我发声：现在知道你和我的差距了吧？给你个将功补过的机会，现在你跪下给我道歉，我会考虑一下不把你逐出工作室。4周的员工也跟着迎合起来，起哄声一浪高过一浪。我咬紧牙关，强压心中怒火。这邀请函上是写你的名字了吗？许大主理人，可别到时候被人赶出去了。我看着许露露，真的想笑。这邀请函分明是评委席寄给我的，但由于我在国外深造，不得已寄到工作室，这可让许露露给捡漏了。说出这句话时，我还以为会引起大家的质疑，却没想到是话落，工作室所有人哄堂大笑，一句句不知好歹传入我耳中。此刻，我尴尬地站在原地。工作室的门被打开了，我的丈夫赵一鸣来到我的面前，我总算是松口气了。看来给我撑腰的人来了。我看许露露怎么得意，我开口：一鸣，你给他们说这大赛邀请函是不是？还没等我说完，2个清脆的巴掌声落下，2个巴掌打得我耳边嗡嗡作响，灼烧感随即而来。我几乎差点失去平衡，要倒下，周边的人却纷纷避开。我难以置信看向赵一鸣，可他却心疼地抚摸着许露露已经结痂的手臂。为什么？赵一鸣抬头看向我，眼神从温柔转向恶毒。还敢问为什么？今天打你2巴掌都算轻的，
一巴掌打你不知好歹，竟然划伤露露的手臂，没拔光你指甲就知足吧。一巴掌打你，总给自己脸上贴金，这邀请函不是给露露，难道还是给你的？他越说越激动，恨不得把许露露摁进怀里。许露露是我亲自认证的主理人，亲自带出来的优秀学生，而你竟敢质疑我的学生，真是太不把我放进眼里了。露露这几年可是为我们工作室拿下了不少奖杯，而你就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花瓶，拿了不少奖杯，就他。我红着眼盯着许露露，怎么拿的这些奖她自己心知肚明。原本我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全当她给我们工作室增添名气罢了。许露露看着我吃瘪的样子，故作委屈：老师，师母在瞪我，是不信我啊？我看还是走吧，比赛我也不去参加了。他还质疑我的创作实力，既然这样，我就把机会让给师母吧。赵一鸣一听，心疼似的抚摸着许露露的头，然后转头恶狠狠对我说：看到没有，现如今露露还是为你考虑，你呢，却跟个毒妇一般，能不能有露露一般的胸怀？比赛我是不会让你去参加的，少给我丢人现眼。还有，赶紧给露露道歉，她要离开了，就别怪我不念旧情，也把你给开了。工作室越来越多人都围着我们吃瓜，但他们的焦点似乎都聚集在我的身上，对着我上下指点议论。许露露真是善良啊，师母没实力还想着抢别人的功劳，还好我们老板善恶分明，要不然这功劳就被某些人抢走了。真的是明明就可以靠着老板养一辈子，安安生生做个混子，偏要不知足，仗着自己是师母，对我们指手画脚。我们看她以后还敢嚣张不？看着自己的丈夫温柔地搂着怀中的女人，这些我带的徒弟们现在也一个个针锋相对于我，我的心简直凉透了。没有出国那几年，我每个夜晚加班到最晚，给他们指导画、修改构图。为了更好地照顾每个人，我手头只要一有资源，就毫不犹豫地内推给他们。出国后更是把国外最好的颜料、资源分享给他们，而到头来说我只是没用的废物，只是靠家里砸钱出来的二流插画师。在我为工作室处处考虑、接资源的时候，而他们却一个个都觉得这是理所当然。我全心的付出，到头来却换来了别人的顶替和丈夫的背叛。看着现如今赵一鸣一脸宠溺和疼惜看着许露露，许露露依偎在我丈夫怀中，向我投来得意的目光。不用你开了我，我告诉你，赵一鸣，我辞职，我不干了。赵一鸣，我们离婚。赵一鸣却根本没有当回事，警告我不要无理取闹。赵一鸣无奈，觉得我跟许露露相比之下，我就是那种小肚鸡肠的疯婆子。既然你这么想离婚，好啊，我满足你，把字签了吧。欲擒故纵，被他玩得明明白白。其实他心里巴不得我赶紧离婚。老师、师母，你们别为了我闹掰了，还是我走吧，我不想成为你和师母的罪人。许露露露出那张满脸委屈，眼神却带着笑。看看事到如今，你要是有露露一半懂事就好了。露露该走的人是他。赵一鸣从他办公室拿出几份文件，然后重重甩到我面前，赶紧签，签完赶紧给我滚出工作室。我抬头对上赵一鸣那双冷漠的眼，这双眼从我回国开始都带着对我的厌恶，几乎再也找不到以前一丝温柔的痕迹了。工作室也是我打拼出来的，这个工作室最大的投资者是我，所以这个工作室要归我，归你，哈哈哈哈哈！赵一鸣和许露露同时笑了起来。真是抱歉哈，
工作室不仅和你无关，同时你的婚后所有财产及收益一半都要归我。什么最大的投资者？从现在开始，工作室的一切都归属于我。好好看看你当初签的婚前公证书。我脑子懵了，然后抓起面前的公证书。那份婚前公证书打印了很多页。当初赵一鸣为了庆祝我们共同创立的工作室，我陪他喝到酩酊大醉，迷糊中被他哄骗，没有逐字逐句翻看文件，脑子全是沉浸在赵一鸣给我画大饼中，迷迷糊糊的在文件中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原来从那个时候我就被自己最信赖的人做局了。其实他根本就不爱我，甜言蜜语只是为了换取我的投资。我这几年的青春、心血、金钱全部都浪费在一个白眼狼身上了。我真为自己感到不值得，没有一个员工起来为我发声，他们都觉得师母这个位置我不配。好，我签。赵一鸣，你别后悔。我用着几乎沙哑的声音说道，还离开你别后悔。呵呵，夏意，真以为世界围着转啊？我就不信，我们工作室离开你还活不了了。赶快滚！老师，我们真就这样把师母赶走了吗？我看她好可怜啊。许露露带着所谓的自信，不知死活走到我面前。夏意，要不然你求求我，我知道这工作室有你一半心血，你肯定舍不得，你求求我，我或许心情好了，考虑一下，邀老师留下你继续和我们一起工作。我觉得好笑，舍不得，看我笑话够了，还想把我留下来继续羞辱他。我几乎攒了我所有的力气，朝许露露的右脸打了下去。你不嫌恶心，我还觉得跟你们一起恶心呢。你，许露露摸着自己通红的脸，哭着看向赵一鸣。赵一鸣怒气冲冲走到我面前，他还想打我。既然都离婚了，我干脆破罐子破摔，带着我的红色高跟鞋一脚踹到他的身体空档，他疼得直接躺在地上打滚。你个泼妇！许露露顾不得脸上的疼痛，连忙查看赵一鸣的病情。看赵一鸣这个情况，估计他的小兄弟要不保了。喂，奸人，我要起诉你！赵一鸣蜷缩着身体对我说。我丝毫不在意。行啊，你打我的2巴掌，我还没给你们算账。既然要起诉我，可以找我的律师团队，我有的是金钱和时间陪你消耗。许露露抓住赵一鸣的手，指着我大喊：老师，我们不怕，我们起诉他，让他牢底坐穿。我知道赵一鸣近期一直想扩大工作室的规模，如果真的跟我杠上了，怕是既要消耗精力，又要消耗金钱。我们都是证人，报警吧！赵一鸣也顾不上身体的疼痛，出声制止许露露。算了，我们大人不计小人过，让他走吧。这下换许露露脸色不好看了。你是不是还对他余情未了？你不是说你最爱的是我吗？这下我算知道了，原来许露露跟赵一鸣根本就不是简单的师徒关系。下意我正式通知你，我要把你逐出插画界。赵一鸣说罢，叫其他员工赶忙打120，或许怕再不进医院就要失去做男人的资格了。许露露目光扫过我，走到我身旁，大声吆喝，还不赶快将这个疯女人的东西扔出工作室？大可不必，这些就留在垃圾工作室吧。我声音几乎很平静。许露露似乎很不满意我的反应，想要继续刺激我。你就是深闺养出的废物，离开我们，我看还有哪个工作室敢要你？你就等着看我怎么成为圈内知名画师吧。好，我等着。然后头也不回地离开这里。我倒是很期待，一个爱盗别人稿子的小偷是怎么让工作室倒闭的。我也很期待他会在大赛那天的精彩表现。
出了工作室，手机发来信息，是国内10年一度的创意插画大赛发来的。亲爱的 Echo 小姐，你可一定来参加我们后天举行的比赛啊！我当场发去信息，我马上就要被逐出插画界了，不用叫我参加你们的比赛了。手机另一头，作为评委席的业内资深大咖们大惊失色，发来了几十条短信，甚至电话都打来了。Echo 小姐，究竟是哪个不长眼的竟敢扬言把你从插画界逐出？你告诉我们，我们立即封杀。我急忙打断，大可不必，这样恶意的封杀有损我的形象，要是被人拿出来做文章又不好了。Echo 小姐，您要不来参加比赛，我们一致认为这个比赛就没有开下去的必要。我想了想，还有其他优秀的插画师，他们为了这10年一度的比赛准备许久，总不能因为我个人与名人工作室不合而耽误，这对其他选手来说是不公平的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会去的。挂断电话后，一辆黑色奔驰停在我的面前，车窗落下，一张俊美的脸露了出来。嘿嘿，听说你辞职了，你说巧不巧我刚好也开了家插画工作室，这是我的青梅竹马沈玉和。你派人跟踪我，我反问他，他却不在意。重点不在这，你跟我后，我给你工资开这个数。他举起他的手掌，5000啊，看不上，我就想转身就走，1个月5万，包吃包住，员工随你处置。他赶忙下车追我，我停下脚步看向他，我不要，工作室转到我名下，以我的名字开办，我要当老板，不行我就走。我故意为难他，一是我不想再和任何人一起开办，二是我想拥有属于自己独立工作室。看他犹豫，我就二话不说转身离去。沈玉和急忙拉住我，我又没说不行啊，今天就签合同。就这样，不到1天时间，专属于我自己的工作室成立了。我的下一工作室即将迎来它的辉煌。等到了比赛那天，沈玉和带着我早早来到比赛厅。这可是一场规模不小的插画大赛，业内老前辈、各圈喜欢收藏的大佬以及贵圈太太小姐们都会到场。只要有看中的作品，他们就会大手一挥，全款拿下。这笔钱可足够普通插画师花上一辈子了。我下了车，沈玉和去停车，走进宴厅，冤家路窄，就碰上赵一鸣和许露露2人。许露露朝着我走来，高昂着头说道：“哟，这不是被我们逐出工作室的夏意吗？你怎么还有脸来参加比赛？这可是国内顶级创意插画大赛，来的也都是圈内各大名流，你是怎么混进来的？”我冷笑道：“当然是被邀请来的。”这时候赵一鸣坐不住了，他带着毫不掩饰的嘲讽：“你也配？夏意离婚了才知道我的好吧？为了让我回心转意，真是煞费苦心啊！都追到这里来了，我告诉你，赶紧滚！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别给我丢人现眼！”我笑道：“我劝你们对我尊重些，我可是主评委邀请的贵宾。”话落，许露露和赵一鸣相视而笑，吹牛也不打草稿纸。夏意，你离开工作室后都开始学会撒谎了是吧？许露露叫来保安：“来人啊，把这个来路不明的人给我赶出去，别来影响我们这些贵客，我看谁敢！”沈玉和停完车后，急忙赶了过来。赵一鸣不认得此人，以为是我找的男朋友。好啊，夏意刚离婚你就找好下一家了，真有你的！说罢，他就想动手打我，可却被沈玉和挡住了。不长眼的东西，知道我们家夏意什么身份吗？许露露嗤笑：“什么身份啊？哦，被逐出门的2流插画师吗？”许露露故意说得很大声，
周边的人听后对我指指点点，哄堂大笑。我毫不在意，想拉着沈玉和离开，可偏偏许露露要跟我杠上。让你们走了吗？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偷的请柬？来人啊，给我扒衣搜身！许露露这是非要让我在众人面前下不来台，大胆！夏意可是阿狗，我看你们谁敢！赵一鸣说，就他靠我养活的夏意是那个外网知名插画师。阿狗，我看你们一唱一和，得了妄想症了吧？竟敢在这里大放厥词！快把他们赶走，别惊扰的其他贵客。许露露带人想上前扒我衣服，沈玉和去推他们，场面十分混乱。周围愈来愈多的人被我们吸引。许露露抬眼看到来人是总评委席后，大放厥词：沈主席都来了，我看劝你们赶紧滚出去，否则惹怒他老人家不开心，下一你就等着被行业封杀吧。赵一鸣看到来着是沈老后，屁颠屁颠地跑过去谄媚：沈主席，这里有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二流画家，竟敢冒充狗小姐。虽然她是我的前妻，但我绝对不会姑息。阿狗小姐可是我们大赛的贵宾，谁怎么大胆敢冒充她？许露露把我拽到沈老面前，得意说道：就是她夏意。沈主席，您快封杀他吧！沈老在看清我的模样后，脸一下子就黑了。来人啊，把这两个添乱的人给我轰出去！许露露和赵一鸣正像看好戏般等着我们被赶出去，谁知来的人都架起他们二人。许露露不解道：沈主席，你抓错人，不是让我们滚，是夏意放肆。夏意就是我请来的贵宾，你们要是把他气走了，我就把你们那个破工作室在行业里拉黑。爷爷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沈玉和走过去搀扶着他老人家。爷爷，听到这个称呼，赵一鸣和许露露的笑容和得意彻底凝固。许露露不甘心：我不信，一定是你们耍什么手段。我就知道肯定是夏意勾搭上沈氏小少爷的，真是被奸人一个！沈老气的拿起拐杖打他：住嘴！夏意小姐的绘画实力我们是有目共睹的，评委会一直想举荐她为大赛的总负责人，我不允许你们这些人污蔑她。这番话落，赵一鸣肉眼可见的慌了神。在场的参赛选手纷纷包围我：阿狗小姐，真的是你吗？你是我的偶像啊！阿狗小姐，100万稿费邀约都要排号，今天总算见到真人了。阿狗，最近有排单到几号了？我们想约稿，多少钱都愿意出的。看着我如此光彩，许露露的脸气成猪肝色。有什么了不起的吧？我告诉你们，这比赛我们名人工作室不参加了。还有，既然你们这么喜欢他的话，那我们名人工作室把你们都列入黑名单，到时候可不是你们掏钱就能约稿的。此话一落，宴厅先是寂静，众人哄堂大笑。许露露到现在还没认清自己的实力，倒是赵一鸣看着小丑般的许露露，眼前一黑。不知名的工作室有什么可好让我们约稿的？从今天起，沈氏终止一切与名人工作室的订单。沈老清晰的声音在众贵宾耳前回荡：赵一鸣、许露露，所有国内大赛永不录用。赵一鸣踉跄后退，狼狈不堪地坐在地上。这相当于行业封杀啊！许露露丝毫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，抬着面如死灰的赵一鸣要走，走前不忘放狠话：等着吧，别以后哭着求我们名人工作室回归。看着他们狼狈的离去，我尽量忍住不笑出声。经过那次宴厅事件，名人工作室几乎没有人约稿，赵一鸣连工资都开不出来了。底下员工开始人心浮动，又是跟工作室打官司，
又是辞职找人打许露露和赵一鸣。以前看似谄媚的员工，现在都露出狠毒的嘴脸。这下赵一鸣可算坐不住了，拉下脸皮，开始在平台或者大街上发传单。他总还以为自己的工作室太值钱了，约稿费竟然5位数起。一个不知名的破工作室，谁想花这冤枉钱？急得赵一鸣团团转。这时候许露露说：“我接到订单了，大单子。”赵一鸣像是看见希望似的，眼前一亮：“你是怎么接到的？”许露露自豪地拍了拍胸脯道：“我把你婚后财产抵押了，买通了王老夫人身边的管家。”许露露带着一大笔资金找到这个王管家，听说王老夫人过几天要过生日宴，他老人家最喜欢油画。许露露对着王管家一顿吹嘘：“知道个小姐吗？她是我的同事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只需要把我们介绍给王夫人。”这个王管家有些犹豫，但是许露露给的好处太多了，又听到她竟然是阿狗小姐同事，当场一拍即合。在王老夫人60大寿上，也是来了很多知名画家。他们看到在场中竟然还有名人工作室，纷纷震惊。他们被封杀了，怎么好意思出现在这里？是打脸还不够吗？尽管听到这些话，许露露丝毫不在意，眼神充满傲娇，心里早盘旋着等会怎么震惊全场。反观赵一鸣，脑袋和手心都是汗。前一晚他就在想画什么原创稿子落入王老夫人眼中。这个老夫人眼特别挑，许露露却叫赵一鸣放100万个心，他早就准备好了。宴会开始，伴随着古典音乐的响起，一排排画师拿着他们最得意的作品一一走了过去。老夫人看着这些作品笑不拢嘴，这都画的什么啊？还没我们名人工作室好呢。许露露清了清嗓子，在众人面前说出这么没礼貌的话。哦，那这位小姐，你有什么绘画水平？我怎么没见过你？老夫人开口，众人目光纷纷落在许露露身上。我是名人工作室的主理人，就是很著名的工作室，您老肯定听说过吧？老夫人自然知道这是最近臭名远扬的名人工作室，但她老人家心善，既然人过来给她庆寿，还是给人一个机会。小姑娘，你喜欢插画吗？给我说说你的见解吧。这下可问住许露露了，她有什么见解啊？以前在工作室里都是能混一天是一天，支支吾吾道：“我从小就喜欢画画，我崇拜很多偶像，比如梵高的对梵高的睡莲和莫扎特的星空，我觉得他们画得很好，我要成为他们一样的人。”全场安静一会，不是谁先笑了，然后周围都是嗤笑声。老夫人脸色一下就不好看了，也许是意识到自己说错什么了。许露露赶忙搬出自己的话，手忙脚乱道：“老夫人，这是我们名人工作室的作品，请你鉴赏。”他把画布拿下，众人纷纷安静下来。这画无论是色彩构图还是元素，都是别出一彩，众人纷纷赞不绝口。就连赵一鸣看了后，也是直板起腰。看来他自己没有选错人，这绘画基础跟阿狗有什么区别？可是老夫人却大怒：“王管家，这就是你找的好画家？看我年纪大了，就这般欺辱我！”王管家眼睛都不敢眨，竟敢拿阿狗的原创洗稿给我。赵一鸣眼睛都瞪大了，难怪看着画风越看越眼熟。王管家皱起眉头问许露露：“你不是认识狗小姐吗？怎么拿人家画洗稿？”许露露一脸天真：“我怎么知道啊？我以前都是这样干，也没人说啊。怎么这个老太婆事儿这么多？”王老夫人脸都黑了：“
王管家一个劲地拉着许露露，叫她闭嘴。王管家，你可是收了我的钱的，你不能不管我们啊！赶紧给这老婆子说说，她怎么这么不识货？现在不都提倡 AI 改变生活吗？此话一出，王管家当场晕了过去。赵一鸣气得脸色涨红，他知道自己跟工作室这次是彻底完蛋了。王老夫人当场解雇了王管家，并把赵一鸣和许露露轰了出去。许露露没曾想，自己没拿到定金，还被人扔了出去，她就来气，把气撒在王管家身上。你不是说他老人会付定金的吗？你赶快把我之前给你的钱还回来！王管家一脚把许露露踢在地上，蠢货，我工作都被你搞黄了，你还好意思要钱？我没找人打你一顿，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。得知连圈内最爱给新人机会的王老夫人也拉黑了名人工作室，我就知道时机成熟，连夜把许露露的黑料和名人工作室没申报税务送上头条，热搜榜上。井号许露露原来作品都是 AI 洗稿，井号名人工作室是插画洗稿工厂，井号。一些圈内贵妇发现自己的画出自名人工作室手，拿着这些画检验，全是 AI 洗稿。最终许露露和名人工作室被告上法庭，欺骗消费者，盗用他人稿件，名人工作室面临高额赔偿金。赵一鸣因偷税被接受调查，可他不死心，连夜找上我。面前的他失去以前的意气风发，面色憔悴，他声音嘶哑：夏夏，我们的工作室倒闭了，我的资产也被许露露那个被奸人全挥霍完了，我现在真是一无所有了。我嗯了一声，缓缓说道：那是你的工作室，跟我没有一点关系。还有就是，事到如今，你咎由自取。他眼睛带着血丝拉着想要离开的我，夏夏，我错了，我们和好吧。我从始至终只有你一个妻子。我推开他，我嫌脏，或许是猜到我会这般反应。赵一鸣发了疯似的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刀，带着哭腔尖叫：老子半辈子心血都在这里，我不好过，你也别想好好活着。为什么欺骗我？要是你早告诉我你是阿狗，我也不会沦落于此。跟我预想的一样，还好我早有准备，来之前报了警，说有人要谋杀我，请求警察来暗中保护我。藏在暗处的警察一拥而上，按住了情绪失控的赵一鸣。我平淡地对赵一鸣说道：尽管告诉你，我们还是会走到这个地步的。夜晚，沈玉和开车把我接回去了，他怕我情绪会不好，就守了我一晚上。3个月后，在沈氏的支持下，工作室的业绩直线上升，正是名气旺盛之时。我强烈要求将工作室改名为自由树，并且从今以后只接待公益性插画。我问沈玉和，以后工作室可能要赔钱，你还跟着我干嘛？他说，工作室永远不会倒闭，因为我会来填补窟窿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